您好，这是六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今天到院子里摘一颗蒲公英，我们用蒲公英来做一个好吃的。每年春天清明前后，我们家经常吃蒲公英。蒲公英被誉为天然的抗生素，它的功效和药用价值太多了，请你百度一下，你就可以了解到蒲公英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以及它的功效。接下来把夹杂在蒲公英当中的干叶子和杂草摘出来，然后呢再用清水清洗几遍。蒲公英的花是黄色的，开花以后呢，它的花会慢慢的变白，像棉花一样呈白絮状。这个白絮状的花就是蒲公英的种子，风一吹，吹得到处都是。每年我都把这个种子有意识地撒到院子里的各个角落，让它生长繁殖。所以呢，几年下来以后，我的院子里到处是蒲公英。每年春天我们就摘蒲公英吃，有的时候蘸大酱吃，有的时候炒鸡蛋吃，有时候呢用蒲公英炒五花肉，还有的时候呢做今天这道蒲公英家常豆腐。蒲公英有很多名字，有的地方叫婆婆丁、蒲公草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Dandelion， 来自法语，也就是狮子的牙齿的意思。蒲公英的花语是我在远处为你的幸福而祈祷。蒲公英洗干净之后，粗略的用刀分割几下，放到盆里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配料，豆腐切块，葱姜蒜切末爆锅用，五花肉切片，放盘里备用。蒲公英原产于欧亚大陆，人工引进到美洲和澳大利亚，因为生长力非常强，在新居泛旺，很少有人记得这并非当地的生物。在中国以及世界的许多地区，蒲公英因为有很多用处才被引进，它可以做食物，也可以做草药。早春的嫩蒲公英也是一种野菜，现在已经有家养出来的，比野生的大很多。嫩的蒲公英可以凉拌、烧汤或者炒熟，老了呢也能吃，但是比较苦一点。不苦的蒲公英也可以拌肉做饺子馅儿，味道和西洋菜做的馅儿差不多。你看我院子里的葱长得勃勃生机，真不知道该如何下刀，反过来覆过去有点舍不得，没办法，只有对不起了。欧洲人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用蒲公英花来酿酒。蒲公英的叶子含有很多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， 蜜蜂也常到蒲公英来采集花粉和蜜糖。到这里呢，我们的前菜准备就完成了，有爆锅用的葱姜蒜、豆腐，还有五花肉，最后呢是我们的主角蒲公英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烧制。第一步来煎豆腐，把豆腐直接下到锅里边，因为豆腐里边含有水分，先不要加油。煎一会儿以后，大约把水分烤干之后，再加少许油，然后用中小火煎，煎到两面金黄，之后先出锅放到盘子里备用。接下来到了关键的步骤，炒五花肉。先将白色的肉放到锅里，干炒一会儿以后，烤出白肉里边的油，然后再加少许的油，将肉炒干，将红肉也加进来，一起煸炒一会儿。加入少许陈醋，不但能够去腥去膻，而且呢还能使肉炒得更嫩。之后再加进葱姜蒜爆锅，
之后加入少许酱油，增色增鲜。之后呢，再加入1勺黄豆酱，搅拌均匀。炒出香味之后，再加少许香油，增香。之后呢，加入1杯水，再加进刚才煎好的豆腐，煮开以后，加进准备好的蒲公英，再加进2勺淀粉，搅拌均匀。最后关火，加香油，出锅。这样一道美味的蒲公英家常豆腐就做好了。酱香、肉香、豆腐香，蒲公英带进来的春天气息，使这道菜不但特别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特别推荐给你。太香了，太棒了，一点不苦，就是个香。吃块肉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赞、留言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与家人。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